换谁评说？命运的冷漠，封藏太久灵魂的脉搏。天地未必心辽阔，若容不下我，亲手去突厥这因果。清醒的奔赴着，已经散了暗夜与浑浊，只守护心间寄托。是什么？又如何重述是天的传说？情月梦缠绕着，这羽白与我自由定夺。心火。感觉到了吧？这内府之下有一条罕见的天然玄脉，中心方位便正在这塔下，所以此处玄气最为浓郁，在塔中修炼的速度也因此远超外界。这内府的资源果然不是中府外府可比的呀。哎，里面还有一件东西呢，你看了也许更感兴趣。这不就是秦导师说的天玄榜吗？17岁，灵玄境2级。这个世上真就有这妖孽的天才，不服不行啊！他是焚天门的人？不错，焚绝尘是焚天门现任门主焚断魂最小的儿子。啊？你是惊讶4大宗门的少主为何会投身苍风玄府吗？哼，也是我正要警告你的一件大事。这焚绝尘天赋惊人，性情也偏狭高傲。传言因为惨败于其兄焚绝壁之手，才一怒之下破门而出，浪迹天涯，被咱们那位三皇子请进了苍风玄府。三皇子？这玄府不是他的地盘吧？时下皇上病重，苍风皇室风绝云诡，几位皇子明争暗斗，苍风玄府也少不了被人惦记。三皇子把焚绝尘安插进来的心思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你昨日一战势必引起各方注意，而你又是蓝师妹带进来的，谁亲谁疏，何去何从，可要慎之又慎，万分小心呢。请。此处与外界隔绝，而且玄气充沛，对你这种程度来讲，算是不错的修炼之地吧。大道浮屠诀重在修心，而非修身。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，都无法处以分毫，需要你自己去领悟其中的道理。了解，谢谢。年轻人，你真的有领会这大道浮屠诀的觉悟了吗？是，我渴望力量，可以超越一切的力量，去守护我想守护的一切。那么，我们便重走一番你的人生大道，如何？师父，这是在苍云大陆。
你出生后的第3天便被抛弃，那时你所接触的道是什么呀？这是你在苍云大陆唯一的挚爱，他的香消玉殒，便是你最痛苦的时刻。这是你在苍云大陆最后的画面，你以为那是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那么你的重生又寻的是什么道？这是在天玄大陆，你已16岁，却一无是处，还被逐出家门，受尽嘲笑。操纵这一切的道又是什么？究竟需要经历多少个轮回，你才能摆脱你的悲惨命运？不如让我来为你指一条康庄大道，进入那道门，你便可摆脱大道对你的不公。嘿嘿，姐夫，鹰师弟，姐夫，姐夫，若我不生于世上，大道又与我何干？因为我生，才心中有道，大道与我乃是一体。我在意的人，他们充斥了我的情感；伤害我的人，激发着我的意志。他们造就了我，我也在改变他们。所以世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，我也可造就万物。浮屠即是道，即我心。年轻人，你让我惊讶，不愧是有过2生3世的人呐！既然你已经顿悟，那从现在开始，天地万物皆为你所用，世间万灵皆因你而存在。去追求只属于你的大道和浮屠吧。只用了3天，竟然已经开悟了吗？什么？竟然已经过去3天了？这还只是入门，等你真正踏入第1重境界，就会知道这大道浮屠诀是怎样的强大。怎么忽然头疼欲裂？领悟大道浮屠诀需要消耗大量的精神魂力，你现在的精神层面太低，只能等到魂力恢复了才能继续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能找到天玄境的恶魔焚血晶。虽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，可这一时半会儿去哪找啊？你说什么？云彻自进聚玄塔之后，没有出来过？是的，师父。天赋高又努力，这不正是选中他的理由吗？唉，可此子性格中是有过于激烈的一面呐。我是怕他为争嫌弃，自强其身，白费了我们的一番苦心呐。静观其变吧。魂力失控，无法控制玄气，再这么下去，他会爆体而亡。凤凰金血，发生什么了？你这个蠢货，
竟然强行领悟大道浮屠诀，精神魂力衰竭，无法控制玄气，差点爆体而亡。幸好有凤凰精血引导，你现在大道浮屠诀未成，倒是玄力提升了境界，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。我进入真玄境了。刺一下自己手掌试试。哎呀，用力点儿！进入真玄境后，在大道浮屠诀的淬炼下，会让你身体经脉骨骼更加坚硬。等你真正踏入第一重境界，就会知道大道浮屠诀是怎样的强大。这些天没出来，这花都开了呀。姐夫，我都想死你了。元霸，你这些天在府里还好吗？我老爹知道我进了苍风玄府，高兴坏了。秦导师也挺照顾我的。那就好好努力吧。咱们只要肯吃苦，不会比任何人差的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没啥。谁干的？那大块头领丹药怎么还不回来？是不是偷偷去藏了几颗？他敢？上次吃的苦头还不够吗？就是，别看他长得像头熊一样，其实脓包的不行。你谁呀？哪来的小崽子，敢来这里撒野啊？欺负夏元霸，你们每个都有份，是吗？没错，没错。砍不进去。你别过来啊！我爹是黑月商会的主事，我要是有个好歹，桑风皇城黑月商会不会放过你的。皇城也有黑月商会，我怎么把这忘记了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在皇城，除了玄府，就是黑月商会势力最大。正愁不知道去哪儿弄恶魔焚血晶呢，你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元霸，一个人可以弱小，但绝不能没有尊严和血性。哪怕不是对手，也要敢于亮剑，否则何以为人？姐夫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不会这样了。你先回去养伤吧，有事随时找我。你不是说他是什么霸皇神脉吗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霸皇神脉在某些人身上一旦觉醒，便足以称霸天下，封皇称帝。但于他，却是一条十足的废脉。啊？为什么？要觉醒霸皇神脉，需要有霸者之心，皇者之欲。这正是夏元霸所完全缺乏的。所以这条神脉非但不能给予他任何助力，反而会成为最大的拖累。就算穷极一生的努力，都别想突破入玄境。哎呦，客官，让您久等了。那块恶魔焚血晶是什么价位？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是恶魔焚血晶啊？我以前碰巧接触过，对它独特的气息印象深刻。虽然隔着盒子，也还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了。哦，阁下当真是高手，在下佩服。不过这恶魔焚血晶天下少有，只对商会会员。一起打包。谢谢回国，欢迎再来。您慢走。哦。
男人，你小小年纪懂什么？我劝你还是别打他的主意。你与他天差地别。哼，天玄境10级巅峰，半步王玄，足可列入苍风帝国10大强者之位。清醒了？哼哼，你信不信？这个小仙女马上就会主动来找我呀！哼，请等等。唉，我这该死的魅力。把那块恶魔焚血晶卖给我，我出双倍的价钱。你出了个好价钱，让我很动心。但我还是劝你不要买的好，因为你中的冰毒根本不是恶魔焚血晶可以解的。你是如何知晓我中了冰毒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应该是在几天前和一只强大的冰系毒玄兽交战过，被他死亡前释放的本源之毒沾染。这是其所有毒力的根源，亦是其生命之源，无比的恐怖啊！你怎么才来找恶魔焚血晶？晚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哦，我叫云彻，只是苍风玄府的一个普通弟子。不过我还有一个身份稍稍厉害一点。哎，我是一个神医。你到底卖不卖？多少钱都不卖。这就走了？不多聊一会儿？放心，他肯定会来找我。来了。你能化解我身上所中之毒？治疗过程虽然麻烦一些，但是可以保证不留下丝毫后患。那就劳烦你了。化解之后，我必会给予重谢。给予我重谢是什么呀？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你答应我3个要求。放心，绝不强人所难。第一个要求呢，告诉我你的名字，这不难吧？不行。我救你半条命，你居然连名字都不肯告诉我，那让我怎么称呼你？随便。好吧，以后就让我叫你小仙女，这总行了吧？这第2个要求就是把面纱取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真容。不可能，你为我解毒，我自会给你重谢，之后便两不相欠，或许永不相见。我真是无言以对啊。好吧，那我把第2个要求也换一下，如果我解了你的毒，2个月后你必须暗中保护我一段时间，这个有问题吗？可以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至于这第3个要求嘛，我还没想好，等以后再说。先解毒，来把你的手给我。我从不让任何男人接触我的身体。哎呀，我是神医，我可以隔空把脉，不会碰你的啊。怎么了？那只被你所杀的冰系毒玄兽，死亡前将一丝意识灌入了本源之毒，已在你的玄脉中生成了毒灵，这就不是单单解毒这么简单了。怎么说？毒灵有自身意识，寄居于玄脉之中，吞噬玄力，必须将其驱离消灭。强行解毒会对宿主的玄脉造成永久损伤。哎呀，总之很麻烦。你就说你能不能做？试试吧。凤凰之眼，你是凤凰神宗的人。凤凰之眼也未必只在他凤凰神宗。集中意念配合我，你我一道将这毒灵从玄脉驱除出去。寒雨相送，
冷眼之中，不过是浮游微渺在苍穹。往生世间回忆的风，又如何吹散岁月的沉重？人乱流，随时空，无心枷锁，待我挣脱，用几时才消融？